日本承受不住制裁俄罗斯而遭到的反噬，终于率先举起了白旗，恢复进口俄罗斯石油了，这给欧洲提了2个醒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评估，我是易评估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日本恢复进口俄罗斯石油，给欧洲提了2个醒。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，却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，跟随美国率先对俄罗斯展开了经济制裁，例如限制部分俄罗斯银行使用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，亦或是对俄罗斯总统及其亲友展开巨细密议的制裁措施。为了加深美西方国家对日本政府的信任度，岸田文雄可谓是下足了血本。那么在制裁俄罗斯的背后，日本又得到了什么呢？好像除了脖子上的链子被美国人站得更紧之外，其他的好处一个也没有落到怀里，反倒是日本的经济已经开始承受不住岸田的挥霍了。截至今年8月，日本竟然连续出现12个月的贸易逆差，其中7月份的逆差创下了日本历史同期新高，尝到苦果的岸田坐不住了。一旦经济崩盘，这个首相之位怕是要跟着一株了。于是其态度骤变，当即更新了一项措施，决定恢复进口俄罗斯石油。据悉，日本财务省日前宣布，日方已经从7月开始重新恢复进口俄罗斯石油，但是规模同比下降65%。要知道，就在7月初，日本政府还扬言要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，结果挑衅的话刚说出口，打脸就来了。日本发现自己没法活了，不得不率先举起了白旗，主动上门给俄罗斯送钱。看看日本如今的惨状，不得不说也给欧洲国家提了2个醒。毕竟在制裁俄罗斯的这条道路上，欧洲似乎有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架势。在美国的庇护下，欧洲国家一直过得相对舒适，缺乏对未来威胁的深刻理解。在这些因素综合作证之下，欧洲国家没有意识到与俄罗斯反目可能带来的威胁。所以当美国发起制裁俄罗斯的号角之后，一众欧洲国家在欧盟的带领下，投入到这场对俄罗斯围剿的混乱之中。现如今欧洲国家也该庆幸了，和日本一样，欧洲大部分国家严重依赖俄罗斯能源，制裁带来的最直接负面影响就是能源短缺。那么愈演愈烈的能源危机意味着什么呢？首先就是高耗能企业面临破产，若不想关门大吉，就只能通过收取能源附加费，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。如此一来，就造成物价持续上涨，通胀危机进一步加剧。其次，氮气风波若持续发酵，再加上欧洲冬季异常寒冷，届时天然气的价格很可能会飙升至无法控制的程度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市场机制失去调节作用。一旦到了这样的境地，欧洲经济很可能向崩溃的边缘再进一步。除了能源短缺会给经济带来严重后果之外，从日本身上我们还能看到，在大国激烈交锋时线边站队并不是一个好的抉择。日本为了实现自身对外扩张的野心，不但追随美国的脚步，积极参与对俄制裁，当然也成功激怒了俄罗斯。俄方迅速对日本实施反制，让原本在表面上还算友善的俄日关系骤然变得愈发紧张起来。时至今日，有关俄日关系的各种坏消息的背后，明显散发着巨大的活跃味。一旦点燃，那么伴随的结果对日本来说必将是一场灾难。毕竟俄罗斯的行事风格就是以牙还牙，在绝对的武力面前，日本这种挑衅行为无异于是螳臂当车。反观欧洲国家，俄罗斯似乎还未使出全力进行反制，至今尚且留有回旋余地。如果欧洲国家始终这样，
摆出对俄强硬的姿态，俄欧关系破裂带来的影响，或许会成为欧洲国家在能源危机之后必须面对的又一个难题。若要从根本上解决以上困境，不管是日本还是欧洲国家，只需要明白一个道理：解铃还须系铃人。日本经济正在衰退，欧洲国家也已露出下行的单影。若要避免更为严峻的危机出现，最根本的、最直接的、最有效的方法，还是放下制裁的大棒，尽早与俄罗斯握手言和。好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